报告大佐，陈天放出现了。他说，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。陈天放，陈天放，我同意交换。大佐，如果交换掉人质，我们就没有筹码了。混蛋，少废话，马上交换！嘿，交换。风的枪子和刀子，一会儿你们3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，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。参谋长，头儿，没时间再犹豫了，服从命令。刘兰，从现在开始，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。不行，服从命令。你们把枪放下。大家戒备，全体戒备。给，玩着呢。百姓都站住！陈天放，一定，一个人，滚！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？よし。哈森。走，快这边这边，快，快！往那边往那边。跟上。快这边这边。快点，直接给，给。百姓进安全了。陈天放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是啊，久违了。你知道吗？等这一天，我等得太久了。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。这么说，我应该感到荣幸。作为军人，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，不觉得无耻吗？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“胜者为王，败者寇”。只要赢了，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。可惜啊，你们赢不了。可惜，你看不到输赢了。因为你，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。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。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，你也一样。高跟呐，
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。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。下がってくれ。閣下。下がるんだ。害怕了，再来啊！东宫滚开！閣下。石田、陳天砲に向けて撃て。閣下、恐縮です。他们全部后退！引け。命令を聞け。ほっとくんだ。陳天砲を撃ちなさい。陈天放，你也不用得意，我们一定会一起死。疼吗？忍一忍。好着呢。お前ら聞いてないのか。この私を奴らに恥ずかしめられて死ぬのが見たいのか。全員私の号令を聞け。撃て。撃て。閣下、本当にすいません。敵を殺せ。閣下。参谋长！同志们，冲！冲啊！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，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。
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，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，向贵军投降。这是我部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，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，请接受。慢，念出来。从即日起，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。1946年6月，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。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。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。大家都知道，刘宏元跟你们家是世交，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元起义，和平解放固州。明白。共军到什么地方了？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。来得还真快呀！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。共军是哪支部队？京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。哦，是共军的虎狼之师。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。还不止如此，属下接到情报，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。陈天放，
弄来弄去，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儿的人兵戎相见，真是天意啊！司令，你也不必负担过重，国家大义在先。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。不说这些，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？王副官已经去接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古州，怕是别有深意吧？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？不用怕，老子坐得正，行得端，有什么好怕的啊？话虽如此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司令还是小心为上。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？怎么会呢？洪元兄在党国元老，从北伐到抗战，你对党国的忠诚，天地可见。可是俗话说，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。药仙虽然不才，但是在您身边出主意，那还是不错的。何况公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。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，也足见党国对你的信任呐。司令，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。不必说了，委员长什么意思，我刘某人心里清楚。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，我刘宏元是党国的军人，会遵守自己的职责。那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司令，丁特派员，孙舰长，请合掌。药仙，你远路而来，一路辛苦，我军务在身，就不多陪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洪元兄，告辞。孙军长，代我送客。太派员这边请。司令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。不识抬举，
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。特派员息怒，刘司令生性耿直，脾气不好，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。最近可能战事烦心，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烦心？我看是2心吧。孙军长，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手里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。您说的是陈天放？对，就是他。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。对，此人虽然为人诡诈，但却也有些能力。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。是吗？怪不得。啊，孙军长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？求之不得，我马上去安排，给您接风洗尘。那好，麻烦您了。不客气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，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。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。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。是。哎，太委员，为您接风洗尘。多谢。孙军长，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？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。共军若大举进攻，我部将誓死守城。很好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。太委员多心了。刘司令生性耿直，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。诚如太委员所言，陈天放乃司令旧部，现在两军对峙，干戈相见，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，这也是必然的。有什么不舒服的？事关党国之未来，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，简直是糊涂。太委员所言甚是。孙军长，请。孙军长，我想委托你一件事。太委员请讲。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，必定万死不辞。秘密监控刘洪元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。止步！
孙军长，我正找你呢，司令找你议事。我知道了。司令，您找我？喝酒了？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，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啊。属下不敢。冲突和骚乱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只要能活命，我就算做一次恶人，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去吧。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，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。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，一旦对方发起进攻，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，让防线没有死角。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，强调团队精神。他的这套防守体系，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，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。但我发现，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。这是重点。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，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。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固州。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，今晚12点整，准时行动。是。强盗，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2个国军士兵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，行动。
这样一天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啊！走。抓紧时间。这儿的人呢？啊！赶紧解开！长官，怎么了，志勇？怎么回事？有人闯进阵地。什么？报告，那边发现4个背曝光衣服的兵。加强戒备，快！喂，报告军座，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。什么？袭击者下落不明。马上封锁防线，全力戒备。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孙军长，特别员，刚才接到前线电话，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，现在下落不明。突破防线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军不防，针对敌人大举进攻，自然万无一失。只是没想到，共军会小队突破。小队？你的意思，共军只进来几个人？是。值此关键时刻，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孙军长，马上调一连攻去司令部，快！是。军长，时间紧迫，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固州，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。冯导，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，你们迅速警戒，并找好退路。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，立即通知我。是。行动。包子、豆子，你们俩迅速去外围警戒，一旦发现任何情况，立即响应。是。
司令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你们去忙吧，我事儿不用你们管。蒋介石挑起战争，不是为了党国，而是为了私利。抗战胜利，万民。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：“天。”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。
红元兄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我什么时候休息，还要向你汇报吗？对了，丁特派员，深夜造此，有何贵干？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刚获得消息，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，目的不明。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，一时着急，情之所至，就冲进来了。哼，有失礼之处，还请红元兄海涵。哦，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？啊，正是。司令，太北元也是一番好意。哦，那就多谢了。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，让丁特派员失望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红元兄乃党国重臣，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，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多打扰了啊，告辞。好，不送。那司令，我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，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。现在怎么办？头儿，你看，站住！怎么回事？报告特派员，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，藏在岗楼后面了。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。是，长官。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？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，不许啰嗦，否则就地正法。可是，如果知情不报，后果会更严重。报告长官，我们也不清楚，我就知道黑营一闪，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。孙局长，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？特派员认为是共军。共军兵临城下，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。孙局长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，也在城外。不错。那也就是说，共军此时进入固州，目的只有两个：一，刺杀刘司令，制造混乱；二，劝降。绝无可能。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，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。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。你担保？你别忘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现在卫兵被袭，刘司令却安然无恙，这不由我不多想。孙军长，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。这回我倒要看看，他还有什么理由许威仪。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？先静观其变。
丁特派员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对不起了，红英兄，又来叨扰了。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，证明伪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。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。那又怎么样？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，值此非常时刻，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，让古州出乱子。所以，我想请刘司令移步，由专人进行保护。用不着。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，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，奈我如何？现在战事正紧，我还是留在这儿。洪元兄，还真是义正辞严呐。只是不知道，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？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共军潜入司令部，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，而你却安然无恙，这不由我不怀疑，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？放屁！你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非常时期，我不得不更加小心。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。你们敢！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，凡遇到通共嫌疑者，一律就地革职，如敢抗命，严惩不贷。怎么？难道你想背叛党国，抗命不遵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司令，下去。带走。慢，我自己走。还是先救人吧。先别着急。头，那怎么办？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，再找机会撤。洪元兄，委屈你先在这儿待2天，兄弟定会查明真相，洗清你的嫌疑，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，请他来裁定。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，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，我也认了。洪元兄，你好好休息，告辞。
孙军长，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元软禁在这儿，共军会有什么反应？请特派员明示。如今城外两军对峙，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，可也是坚固异常。共军想要攻入固州，不仅会旷日持久，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所以，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，游说刘宏元的原因。特派员分析的极是。虎落平阳，可余威犹在。刘宏元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，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元这枚筹码的。特派员的意思，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，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。军座，胡营长到。军座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是。刘司令的事儿。算我没有看错人。苗在。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，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，立刻痛下杀手，不要姑息。是，军座。还有，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，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。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，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胡彪明白。此事事关固州安危，切记，切记。军座请放心，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。马上就安排吧。是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到底谁是蝉？谁是黄雀？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，一旦固州的军权旁落，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。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。
说固州城这么大，藏个人不跟玩似的，咱们上哪儿找去？那也得找。刀子，记住，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，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？我，固州城我又不熟。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，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。然后呢？哎呀，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？有道理啊。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，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。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。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？有。你记得咱们进固州之前，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，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，叫做军部别院。军部别院？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！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，立即击毙。是，行动！应该就是那儿了，差不多了，过去看看。说不定不用头动手，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。净想好事儿，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，是不是还不一定呢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是，兄弟绿林这些年，这点门道还是懂的。嗯，咋了？他娘的，原来是过路的！草木皆兵，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。到底咋回事啊？为啥不谈清楚？不用谈了，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，动作不要太大。幸亏没过去，要不打成筛子了。刘司令就是儿，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，等我们上钩呢。那怎么办？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，这个饵咱们吃定了。大北，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。很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？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。说起来是党部的军队，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。要是有人胆敢谋反，就地正法。太北元放心，一旦有苗头，我会尽全力弹压。另外，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，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，彻底打破他们的华良美梦。明天时间紧迫，又恰逢军中巨变，再拖下去，有可能生变。明白。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，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，做好安抚工作，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有劳了。太北元严重了。孙军长，太北元还有什么事吗？刘宏元领空共军，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，我已上报此事，上峰勒令彻查此事。不仅如此，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，为绝后患，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。什么？秘密处决？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？太北元的意思，孙密不太明白。
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。要是刘宏元倒下了，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够接管呢？我想，我的话，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？不过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，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！太白元，放心，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，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鉴。那就好，抓紧去办吧。怎么进去啊？办公室，让他来见我。是。军座，您找我。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？是的，军座。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？报告军座，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物品。混账！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眼下局势微妙，一旦你们有所异动，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。可是，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。废话，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。可是你不清楚的是，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，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，不光是刘司令，包括你们所有人，都会就地正法，绝不姑息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回去告诉兄弟们，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。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，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，不过有埋伏。这个行动心思够缜密啊，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。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。即便强攻，也得先救出刘司令。我同意，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没错。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，带咱们进去。
军座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二营阵地，非常时期，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。是。去城外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报告军座，可能开战。下去看看。是。我是丁耀先，给我接孙军长。这么半天，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老赵，你没事吧？把他拿了，马上传令下去，让警卫白清河跟我过去。孙军长应该听过“狸猫换太子”这个典故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己想。停车！证件。混账！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？军座。什么事啊？属下冒昧，还望军座原谅。我们大概是。是军长，又是虚惊一场，继续行进。嗯。再快点。是。司令，孙军长，你来干什么？来换您。司令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天放，
走。坏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国军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是丁耀先来了吧？特派员，刚才有人来过吗？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。什么？孙军长带人进去了？孙军长，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再有劳你了。好吧，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，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，立即将他击毙。明白。明白。司令，我们走。给我包围这儿！跟我来，快！快，别动，别动！刘司令，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？放我们走，不然他就得死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？没想到一别多年，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。丁长官，好记性。惭愧惭愧，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，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肆意放下立场，因私废公。我因私废公，8年抗战，百废待兴。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，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，悍然发动内战，惹得天怒人怨，百姓流离失所。你们说，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？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。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。放肆！刘宏元，你真打算造反吗？事已至此，我就跟你说明白了，这场仗我不打了。打不打，由不得你。击毙他们！慢！大委员，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们会见死不救吧？世袭从权，孙军长请放心，你殉国之后，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。丁耀先，你可真够阴毒的。胡营长，都不许动！孙军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，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，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？司令，我孙膑